邻居家有位比我大10岁的姐姐，小时候我常去她家玩。有一次，她突然用黑布蒙住我的眼睛，说要玩一个小游戏，只要我好好配合。结束后，她就给我买零食。有一天，这个游戏被发现了。我爸是个败家子，整天只顾着吃喝玩乐。听说他是在酒吧偶然认识了我妈，他俩一个不贪财，一个不好色，之后便有了我。可我刚出生不久，我妈就卷走我爸一半的积蓄跑路了。自然而然的，我成了单亲家庭的孩子。小时候，我经常独自待在家里，而我爸依旧在外面花天酒地，很少回来。邻居阿姨见我一个人可怜，就常叫我去她家吃饭。她家里有个比我大10岁的姐姐，陪我玩游戏，给我吃零食。不知不觉间，她就成了我最依赖、最喜欢的人。那天，阿姨和叔叔都出门了，家里只剩下我和她。她忽然拿出一块黑布，轻轻蒙住我的眼睛，说要玩个游戏，赢了就给我买零食。一听到有零食，我立马点头答应。直到有一天，我们正做游戏做到一半时，叔叔回来了。我揭开眼罩，发现叔叔气得浑身发抖，而姐姐则捂着脸躲在一边。没过多久，我爸就回来了。见到我的第一时间，他就给了我一脚，随后把我带回了家。他警告我别再去隔壁，不然打断我的腿。后来我再也没见过姐姐。2个月后，他们搬走了。我开始恨我爸，觉得是他让我再也见不到姐姐。我处处跟他作对，而他还像从前一样夜夜晚归。我像个孤儿，没人管，也没人陪。渐渐长大后，我慢慢明白，姐姐当年让我陪她玩的是什么。可我并不后悔，我只恨自己在最无能为力的年纪遇上了最想保护的人。如果还有机会，我一定要找到她。18岁那年，我刚上高中，正值叛逆期。也就在那一年，我爸出事了，他在赌场借了钱，逃跑时不小心把别人的眼睛弄瞎了，房子赔了进去，人也得蹲几年牢。说实话，我并不怎么关心他的死活，只想着房子没了，我该去哪儿。还好，我爸总算还剩点良心，把我托付给了一位姓陈的阿姨。据说她是我爸的青梅竹马，当年我爸那时还算有良知，觉得自己配不上她，不想耽误人家，就没在一起。陈阿姨是个寡妇，带着一个女儿，她丈夫几年前去世了，赔了一大笔抚恤金，她就用那笔钱在小区买了一套房，安顿下来过日子。哎呀，你来了，快来，正准备吃饭呢。哦，特意为你做了几个好菜。说完，她拉过身后的女儿，来，出来，叫哥哥。哼！陈阿姨的女儿叫陈雪，她比我小1岁，见我的时候一脸嫌弃，我倒没怎么在意，毕竟没人会第一眼就瞧得上我。一头扎眼的黄毛，廉价的 T 恤，破洞牛仔裤，怎么看都不像个正经人。吃饭的时候，陈阿姨一直在旁边说话，时不时给我夹菜。陈雪却始终埋头吃饭，偶尔朝我翻个白眼。那一晚，我躺在陌生的房间里，盯着天花板，第一次感到一种彻头彻尾的迷茫。接下来我该去哪儿？姐姐又在哪儿？为了方便照顾我，陈阿姨把我转到了她女儿所在的学校。那是一所私立高中，和我之前读的学校相比，简直天差地别。开学那天，陈阿姨让陈雪带我去学校，还特意把我安排和她同一个班，但陈雪一脸不情愿。我才不会带你去学校，你别跟着我，真丢人。我早就料到她会不乐意，只是没想到话说得这么难听。陈阿姨没教过你怎么说话吗？嘴这么臭！说完我扭头就走，任她在身后骂个不停。我在街上转悠了好一阵才找到学校，刚要进去却被保安拦了下来。问不准进，快走，不然别怪我不客气。我低头看了看自己这一身，确实和这学校格格不入，怎么看都像个社会青年。我跟他解释了半天，可他死活不让我进。哼，什么破学校，谁爱上谁上。我扭头钻进附近一家网吧，打起了游戏。晚上回到家，陈阿姨问我为什么没去上课。陈雪站在一旁，眼神里带着威胁。是保安不让我进。陈阿姨看了看我，顿时明白过来。明天我亲自送你去学校。第二天到了学校，陈阿姨跟班主任交代了几句便离开了。我一走进教室，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落在我身上，毕竟在他们这群祖国的花朵中间，我显得格外扎眼。老师安排我和陈雪同桌，她一脸厌恶地瞥了我一眼。刚坐下，我就掏出手机在桌底下刷了起来。讲台上老师讲的再热闹，我也一句都听不进去。学习对我来说简直是最折磨人的事。课间，我正看小说看得起劲，这时2个男生走到了我桌前，敲了敲我的桌子。你和陈雪什么关系？我瞥了他们一眼，心里顿时明白了，这个年纪的男生情窦初开，荷尔蒙旺盛，估计是喜欢陈雪，或者根本就是陈雪叫来的。虽然陈雪性格不怎么样，但不得不承认，她长得确实漂亮，只是我对同龄女生根本没兴趣。我没理会他们，继续低头看着手机里的小说。2人见我被无视，觉得在陈雪面前丢了面子，其中一个伸手就要抢我的手机，另一个骂道：问你话呢，耳朵聋了吗？我猛地站起身，一把推开2人。给我滚！他们还想说什么，但上课铃突然响了。2人狠狠瞪了我一眼，撂下句你给我等着，便匆匆回了座位。一直到放学时，2人在楼梯间堵住了我，而陈雪在远处站着，一脸得意。其中一个上来就推我，你给我离陈雪远点儿！我气不过，
揍了他们一顿。陈雪站在一边吓呆了，但打架对我来说只不过是家常便饭。我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当晚我再没有回陈阿姨家里，开了个宾馆，躺床上想着试试。陈阿姨不停地打着电话发消息问我在哪儿，但我不想理她。我决定不再寄人篱下了，自己出来找个地方住。同时不上学了，找个班，攒点钱，然后去找姐姐。第二天我照常去上学，准备晚上去陈阿姨家收拾东西。一进教室，我就发现气氛不对，所有人看我的眼神都怪怪的，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声在我进来那一刻戛然而止。我瞥了一眼陈雪的座位，空的，她没来上课。课间的时候，上次被我打的那个男孩脸上还带着点淤青，故意晃到我桌前。这不是劳改犯的儿子吗？怎么还有脸来上课的？劳改犯的儿子，这几个字像烧红的烙铁，狠狠烫在我心上。我脑子里嗡的一声，瞬间爆炸，在一片惊惧的目光中冲出教室，跑出了学校。不用说，我都知道是谁说的。这次我是真的气疯了，血液一个劲往头上涌，一路冲回了陈阿姨家，用钥匙打开门，家里静悄悄的。陈阿姨大概出门了，我直接冲向陈雪的卧室，门锁着，我不停地用拳头砸着门，砰砰作响。陈雪，你给我滚出来！你要干什么？是不是你说的？是不是你告诉别人我爸是劳改犯？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发什么神经？你还装？除了你还有谁？我用力踹了一脚房门，里面沉默了一下，然后门猛地被从里面拉开。就是我说的，怎么了？一个犯人的儿子不配住在我家，不配跟我一个学校，你听见了吗？你能拿我怎么样？他的话像刀子一样，我更火了。我一把狠狠扯住他的睡衣领子，将他猛地从房间里拽出来，推揉着摔在客厅的沙发上，眼睛从手臂下方露出来，红红的，里面充满了泪水，就那样死死地盯着我。那一刻，像一盆冷水从头浇下，我猛地清醒过来。我在干什么？我转身冲进暂时属于我的那个房间，胡乱地把自己的几件衣服塞进背包。经过客厅时，我看到陈雪已经跑回自己房间，锁上了门。我从口袋里掏出300多块钱现金，全部揉皱了，放在茶几上，就当是这几天的饭钱和住宿费。然后我拉开门，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陈阿姨家。我在外面租了个狭小的单间，月租600。很快就在一家 KTV 找到了服务员的活儿，白班1天100，夜班120。为了早点攒够钱，我想都没想就选了夜班。那之后，陈阿姨的电话一个接一个打来，我一次都没接。最后她发来2条消息，还赚了一笔钱。我盯着屏幕看了很久，终究没有点接收。这家 KTV 是本市最大的一家，我在这儿干了不到1周，领班的就主动找上我，上下打量了几眼，压低声音问：你小子外形不错，考不考虑转去做男模？事少，来钱快。该说不说，我爸这人一辈子没什么优点，除了那张脸确实帅，而我分毫不差地遗传了他这点优势，但我还是摇了摇头，拒绝了。一想到要对着那些倒胃口的面孔强颜欢笑，甚至可能被动手动脚，我就一阵恶寒。虽然穷，但这点底线我还有。有天深夜下班，我累得倒头就睡，却莫名其妙做起了梦。但以前梦里的对象无一例外都是邻居姐姐，可这一次画面里交织出现的竟然是陈雪那双带着泪意又倔强的眼睛。我猛地惊醒，赶紧冲进浴室，用凉水狠狠浇了自己一遍。从浴室出来没多久，手机就响了，屏幕上跳动着的赫然是陈阿姨3个字，我心里顿时咯噔一下。我靠，不会这么邪门吧？我犹豫了好一会儿，铃声响得快要断掉时，才硬着头皮接起来。电话那头，陈阿姨的声音一如既往的温柔。小雨吗？我要临时出差1个星期，陈雪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就麻烦你帮我照顾一下了。末了，还直接给我转了2000块钱。我看着屏幕上那串转账数字，又想起刚才的梦，心里五味杂陈。沉默了几秒，我答应了，毕竟没必要和钱过不去。第二天开始，我就按他平时放学的时间，准点等在校门口。第一天，陈雪出来看见我，明显愣了一下，脸上先是闪过惊讶，然后是之前那种熟悉的嫌弃。她没说话，抿了抿嘴，自己低着头走到前面。我也懒得搭腔，就跟在他后面，2个人一路沉默。到了家，他掏出钥匙开门，直接钻进自己房间。我在客厅站了会儿，下楼去便利店买了份盒饭和1瓶牛奶，回来放在客厅桌上，转身出门去 KTV 上我的夜班。第2天、第3天、第4天，几乎都是这个模式的重复。他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到家他回房，我买饭放桌上离开，一句话都没有。这种古怪的默契一直持续到第5天。第5天傍晚，我照例提前10分钟等在校门口，却始终没看到陈雪的身影。时间1分1秒过去，眼看就要耽误我上班的点了，我心里开始冒火。这大小姐又搞什么幺蛾子？我等得实在不耐烦了，索性心一横，直接冲进了学校。保安似乎对我这头黄毛还有印象，瞥了我一眼，竟也没拦。教学楼里已经变得很安静，我快步走到他班级门口，后门开着，一眼望进去，空荡荡的教室只剩下他一个人，正趴在课桌上，肩膀微微缩着，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在干嘛。哎，陈雪，走了，快点，我还要上班，没时间跟你耗。他见我快要发火了，才加快动作站起身，把书包背好，
低着头朝我走过来，依旧和前几天一样。他在前面走，我在后面隔着几步跟着。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一前一后，沉默是唯一的主旋律。刚走出校门，麻烦就来了。3个穿着紧身裤、踩着豆豆鞋混混堵在了前面，嘴里叼着烟。其中一个带头的搓着手就朝陈雪凑过去：“小雪妹妹，放学了，哥几个等你好久了，一起玩玩去呗。”陈雪吓得立刻停住脚步，脸色发白，下意识地往后退，差点撞到我身。我一把将他拉到我身后，挡在他和那几个混混之间，冷着脸说：“滚！”旁边2个混混立刻骂骂咧咧地围上来：“我们老大看上这妞是他的福气，识相点，赶紧滚！”我再说最后一次，滚！哼，你算什么东西？滚开！可恶！几乎同时，旁边一个混混骂着操，就冲我挥拳过来。我侧身躲过，顺势抓住他胳膊，另一只手握紧手机，用手机坚硬的边角狠狠一拳砸在他鼻梁上，伴随着一声惨叫，捂着脸蹲了下去。剩下那个和刚爬起来的带头混混一看这架势，明显怂了，一边虚张声势地指着我说：“你等着！”一边拉着受伤的同伴狼狈地跑远了。我喘了口气，拉起还在发愣、吓得浑身发抖的陈雪手腕走了出去，一直走到小区。我松开他的手腕。磨蹭那么久不出来，就是因为门口那几个人。他没抬头，手指紧张地绞着衣角，轻轻点了点头，鼻音浓重地嗯了一声。下次碰到这种事，直接跟我说，不然你一个人缩教室里有什么用？知道了。行了，赶紧上去吧。谢谢。我没回头，大步流星地朝小区外走去，背后的目光似乎停留了很久，大概是被那天的事吓到了。接下来的2天，陈雪不再像以前那样独自走在前面，刻意和我保持距离，而是紧跟着我旁边。偶尔有路过的男生多看他2眼，他都会下意识地往我这边靠拢一点。这种变化让我有点不习惯，但也没说什么，毕竟答应了陈阿姨，把她安全送到家才算完事。2人依旧没什么话，但之前那种剑拔弩张的紧张感似乎淡化了不少。我盘算着，这周干完就跟领班申请换成白班吧。虽然夜班钱是多点儿，但长期昼夜颠倒，身体确实有点吃不消了。周日晚上，我刚收拾完，准备去上最后一个夜班，手机响了，是陈阿姨发来的消息。小雨啊，阿姨回来了，这几天真的太谢谢你了，辛苦你了。明天晚上来家里吃饭吧，阿姨做几个好菜。我盯着屏幕，手指在键盘上旋了半天，第一反应是想拒绝，已经搬出来了，再回去吃饭算怎么回事？有些丢人。但转念一想，那2000块钱我收了。活也干完了，于情于理，好像该去打个照面，把事情说清楚。再说，我也确实好久没正经吃过饭了。最后，我还是回了个好。周一晚上，我如约敲响了陈阿姨家的门。门一开，我差点没敢认。陈阿姨穿了件紫色缎面的旗袍，脸上化了淡妆。第一眼，我看得有些发愣，喉咙下意识地滚动了一下，直到陈阿姨笑着叫我进屋。进来坐吧。我才猛地回过神，走进客厅，看到陈雪时，我又是一愣，她居然没穿往常那套校服或是家居服，而是换了一条白色的连衣裙，头发柔顺地披在肩上，少了平时的尖刺，多了几分少女的清新靓丽。她瞥了我一眼，很快低下头去，手指有些不自在地搭在腿上，耳根微微泛红。饭桌上气氛有点微妙的尴尬，但比我想象中好太多。陈雪安静地吃着饭，虽然还是不主动说话，但至少没再翻白眼或者冷哼。陈阿姨不断给我夹菜，语气关切地问起我以后的打算，并劝我搬回来住继续上学。小雨，还是回来住吧，学校那边阿姨去说你继续上学好不好？她柔声劝着。你还小，总不能一直这样打工。我扒拉着饭，含糊的应付。不用了，阿姨，我现在挺好，上学的路不适合我。那你有什么想法吗？先上班存点钱吧。我顿了顿，立刻胡扯道：以后看能不能自己开个小店。陈阿姨看着我，最终只是化作一声轻轻的叹息。她没再强求，只是又给我夹了一筷子菜。那以后常来家里吃饭总行吧，也算多陪陪小雪，她一个人也闷。我含糊地嗯了一声。这顿饭就在这种表面平静，内里却各怀心思的氛围中吃完了。我从 KTV 辞职了。那天晚上夜班，包厢里吵得厉害。我端着果盘推开那间 VIP 房的门时，压根没料到会撞上那3个混混，他们显然也认出我了。那带头的混混鼻梁上还贴着滑稽的胶布，一见我进来，先是一愣，随即猛地摔了酒瓶站起来，指着我鼻子就骂：就是你！我心里咯噔一下，知道今晚这事没法善了。果然，没等我退出去，一箱刚送进来的啤酒就被他们故意砸在地上，玻璃碴和酒液溅得到处都是。领班让我进去收拾的时候，那带头混混就歪在沙发上，冲我挑衅的笑。我忍着火，低头清理满地狼藉，刚蹲下，一只脚就狠狠踹在我背上。哼，
上次不是很能打吗？我猛地起身，抄起手里半截碎酒瓶就朝他扎过去，包厢里瞬间炸开了锅，那帮人一拥而上，拳脚像雨点一样落下来。我红了眼，根本不管别人，就认准了带头的那个往死里揍。不知道打了多久，直到保安冲进来，强行把我们拉开。我瘫在地上，浑身没一处不疼，肋骨可能断了。喘气都带血沫子，对方也没讨到好，尤其是带头那个，躺在地上哼哼唧唧，包厢里一片狼藉，屏幕碎了，茶几翻了。老板后来把我叫到办公室，脸色很难看，他没骂我，只是沉默地看了我很久，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厚信封推过来，里面是2沓崭新的钞票。这是你没错，但在我这儿，这是影响太坏。拿着钱走吧，换个地儿，找个正经活干。我捏着那信封，足足3万块，比我几个月工资都多。我没说话，点了点头。回到那个狭小潮湿的出租屋，我把自己摔在床上，疼得龇牙咧嘴，歇了好一会儿，才挣扎着爬起来，把老板给的信封，还有之前攒下的工资，陈阿姨给的那2000，全都算了起来，零零散散加起来，竟然有4万多块了。厚厚的一沓钱握在手里，沉甸甸的，身上的伤还在隐隐作痛，但心里却第一次变得清晰起来。这些钱应该够我去找姐姐了。我决定等伤好了就去找姐姐。养伤的这些天，陈阿姨几次3番叫我去家里吃饭，电话里语气一次比一次着急，我怕她看出破绽，找各种理由推脱，直到她在电话里真的动了气。小雨，你是不是根本没把我当阿姨看？吃顿饭就这么难？我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答应。去之前，我特意翻出件宽大的黑色连帽卫衣和长裤，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帽子也压得低低的，生怕露出一丝淤青或纱布。到她家时，陈阿姨正为客厅新到的液晶电视发愁，包装箱还立在地上。小雨来的正好，快帮阿姨搭把手，把这电视抬到电视柜上去。她系着围裙从厨房探出头，我心里叫苦不迭。平时这点重量不算什么，可现在每走一步，肋骨都钻心地疼。伤口闷在厚卫衣里，早已淌出一身虚汗，但我没法拒绝，只能咬着牙上前，和阿姨一人抬一边。沉重的电视离地瞬间，我腹部猛地一抽，差点脱手，强忍着剧痛，勉强挪到电视柜前放下，整个人几乎虚脱，后背瞬间被渗出的鲜血浸湿了一片，黏腻的贴在皮肤上。还好陈阿姨放下电视，就急匆匆回了厨房查看锅里的菜，并没留意我的异常。我靠在墙上喘气，额头上全是冷汗，一抬头却看见陈雪不知何时站在了她房间门口，正定定地看着我，目光落在我深色卫衣后腰处那片不正常的仍在缓慢扩大的深色水渍上。我心里一慌，下意识侧过身想用手臂挡住，他却几步走了过来，一言不发，直接拉住我的手腕就往他房间里拽。我懵了，任由他把我拉进充满淡淡馨香的房间。他反手关上门，从衣柜底下偷出一个小药箱。你又跟人打架了？他声音压得很低，带着一种复杂的情绪，像是责备，又像是别的什么。他指了指床，坐下。我站着没动，怕身上的血弄脏他干净整洁的床单。坐下。他语气强硬了些，带着不容置疑的味道，伸手把我按坐在床沿。他打开药箱，拿出碘伏、棉签和纱布，动作有些生疏，但极其小心。他掀开我卫衣下摆的那一刻，倒抽了一口冷气，粘在伤口上的布料被轻轻揭开。他看着那狰狞的伤口，眉头紧紧皱起，抿着唇，眼神专注的仿佛在进行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我低头看着他近在咫尺的侧脸，他长长的睫毛微微颤动，呼吸很轻，生怕弄疼我一样。有一说一，陈雪确实漂亮，皮肤白得近乎透明，鼻梁挺翘，此刻专注又带着点心疼的模样，比平时那股倔劲儿顺眼多了。我一时竟有些走神，他仔细的消毒、上药、重新包扎好，整个过程一言不发。结束后，他才抬起头，脸颊忽然飞起2抹明显的红晕，眼神躲闪着不敢看我，声音小得像蚊子哼。你以后能不能别再打架了？我愣了好一会儿，才从喉咙里挤出3个字：我尽量。纸终究包不住火。吃饭时，我低着头，嚼得极其缓慢小心，生怕牵动脸上的伤。陈阿姨很快就察觉出不对劲，最终发现了。我胡扯着说是走夜路摔的，陈阿姨盯着我看了几秒，叹了口气，语气里是掩不住的心疼和责备。你这孩子总是这么毛毛躁躁的，一个人住外面，也不知道好好照顾自己。这次不许逞强了，就留在这儿，等伤彻底养好了再说。我还想拒绝，可他这次是真动了气，语气不容置疑。这事儿没商量，你要还认我这个阿姨，就听话。看着他严肃又关切的眼神，我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最终点了点头。我之前住的那个房间果然还给我留着，而且打扫得一尘不染，被褥蓬松，带着阳光的味道。养伤的这10来天，成了我人生中一段陌生而柔软的时光。陈阿姨变着花样给我炖各种补汤，鸡汤、鱼汤、骨头汤，每天都不重样。看着我喝下去才满意，而陈雪则主动承担了帮我换药的任务。她每天准时拿着药箱进来，动作一天比一天熟练轻柔，棉签蘸着碘伏，小心地擦拭伤口周围，微微架着嘴吹气，清凉的气息拂过皮肤，带走一丝灼痛，却带来另一种难以言喻的痒。而她也不知道怎么了，像忽然转了性，不再横眉冷对，反而有事没事就溜达进我房间，有时是抱着一本故事书，非要我读给她听。我不理解这么大的人了，
还像个小孩似的。有时是抱着一束不知从哪摘来的野花，找个花瓶笨拙的摆弄，非要问我哪个角度好看。有时干脆就是推门进来，说一句今天太阳真好，我帮你把被子抱出去晒晒，然后抱着被子跑开，留下我一个人对着窗外发呆。他总找各种由头待在我旁边，然后也不多话，就安安静静地坐在一旁，时不时偷偷看我一眼。每当我看回去，他又会飞快地移开视线，耳根泛红，假装摆弄手里的东西。这大概是我这辈子过得最温馨，也是最不像我的一段时间了。不需要警惕，不需要挣扎，只是吃饭、吃药、睡觉，以及应对陈雪那些可爱又笨拙的小事。虽然这只是很多人眼里寻常甚至乏味的日常，却是我从未奢望过的温暖。伤彻底养好后，我决定出发了。那天早上，我以找到新工作，包吃包住为由向陈阿姨辞行。她虽有不舍，但听说工作正规还管住宿，终究还是放心了些，细细叮嘱了许多。出门时，陈雪跟到了门口，她低着头，声音细细的：“你自己注意安全，有空常来吃饭。还有……”她飞快地抬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带着恳求：“别再跟人打架了。”我心里某个角落微微一动，面上却只是没什么表情的点了点头，含糊的嗯了一声，转身下了楼，揣着那用一场血换来的4万块钱。我站在车水马龙的街口，第一次感到了目标的遥远和茫然。世界这么大，我该去哪儿找他？思前想后，唯一可能知道点线索的，大概只有我爸了。探监的手续比想象中麻烦，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我看到我爸被带出来。他瘦了很多，背也有些佝偻，鬓角花白，脸上刻满了疲惫和憔悴。监狱的日子显然不好过。他看到我，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明显的意外。我们拿起电话，气氛有些僵硬的沉默。我来是想问你件事，以前邻居家那个姐姐，他们搬哪儿去了？你还记得吗？他愣了一下，似乎没想到我会问这个，眼神有些复杂的看了我一会儿，才叹了口气：“好像是搬到隔壁市的 X 县去了，具体地方我也不太清楚，只听人提过一嘴，说那边有亲戚。”虽然依旧是个大范围，但总算有了个方向。之后我们生硬地聊了几句不痛不痒的近况，临走时给他账上留了1000块钱，不多，也算是我最后一点心意。出发前，我特意去理发店把那头扎眼的黄毛染回了黑色，又买了2身简单干净的 T 恤和长裤。站在旅馆狭小浴室的镜子前，我看着里面那个黑发顺毛、穿着普通的人，恍惚间觉得有点陌生，倒真有几分像个正经学生了。按照我爸给的模糊地址，我坐上了去往邻市 X 县的大巴。运气不算太差，在县城辗转打听了2天，还真让我问到了点消息。他们家早几年就搬走了，搬到了市里的一个小区。但更让我心头一沉的是，街坊随口补充的一句：“哦，你说老林家那大姑娘啊，早结婚了，孩子都会打酱油了。”这消息像一块石头砸进心里，闷闷的说不上来是什么滋味。那晚躺在廉价旅馆吱呀作响的床上，我盯着天花板上晕开的水渍，脑子里乱糟糟的。找到了，然后呢？冲上去说我是当年那个小孩，还是质问他记不记得那个游戏？太他妈可笑了！那本来就是个错误，一个不该开始，也不该由我延续的错误。可来都来了，不见一眼，我这么多年好像就白折腾了。算了，就看一眼，就当给自个儿这么多年一个交代。第二天，我按照打听到的小区地址找了过去，是个挺普通但干净的小区。我没敢进去，就在马路对面的树荫底下蹲着，从清晨一直等到日头爬到了头顶。快中午的时候，她终于出现了，牵着一个3、4岁的小女孩，慢慢从小区里走出来。她样子和记忆里不太一样了，穿着居家的裙子，头发随意挽着，但她脸上带着很柔和的笑意。低头听孩子叽叽喳喳说话，阳光洒在她身上，看起来很平静，也很幸福。我就那么远远地看着她带孩子在小区的绿化带旁玩了一会儿，又看着他们慢悠悠地走回去，直到身影消失在单元门洞里。心里那块堵了这么多年的石头，好像忽然间就松动了，然后悄无声息地滚落了下去。没有想象中的激动，也没有不甘，反而是一种说不出的空茫和释然。看到了，原来也就这样。我深吸了一口陌生的空气，转身走向公交站。行了，这趟就算没白来，接下来该回家了。我回到了陈阿姨家，开门的一瞬间，她们母女俩都愣住了。陈阿姨上下打量着我，眼神里满是惊讶和欣慰。陈雪更是看得有些出神，脸颊微微泛红，下意识地抿了抿嘴。那个一头扎眼黄毛、浑身是刺的少年不见了，镜子里的人黑发顺毛，穿着简单的 T 恤长裤，连我都觉得陌生。我盘算着剩下的钱是做点小生意还是干点别的。小雨，听阿姨一句劝，回去上学吧，好歹把高中读完，拿个毕业证，这是正路。我皱着眉没吭声，心里还在挣扎，让我再回到那些知乎者也的课本里，简直比打架还累。没想到陈雪也凑了过来，小声帮腔：是啊，回去上学吧。他眼神亮晶晶地看着我，带着点期待。看着他们，我忽然觉得或许试试看也没那么糟。最终我叹了口气，点了点头。行吧，听您的。真的啊？陈雪的眼睛瞬间亮了，嘴角控制不住地向上弯，整个人都明亮了起来。于是我又回到了学校，
过上了每天上下学对着课本头疼的日子，但和以前完全不同了。现在每天上下学，陈雪不再远远走在前面，而是紧紧挨在我旁边，近的胳膊偶尔都会碰到一起。上课时，我有时能感觉到旁边投来的目光，一扭头，果然发现他正盯着我看，看着看着，自己就莫名其妙的抿嘴笑起来，眼神亮亮的。看什么看，傻子？我压低声音，曲起手指，轻轻敲了下他的额头。他立刻回过神来，脸颊飞起2片红晕，羞恼的回手就给我胳膊上一拳，力道不重，反而像挠痒痒。要你管？他瞪我一眼，又飞快地转过头去假装看书。那个周末，陈雪居然扭扭捏捏地跑来问我要不要一起出去逛逛。这是我人生里头一回有女孩主动约我，心里有点说不出的怪感觉。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我就点了头。她在自己房间里鼓捣了一上午，出来的时候我眼前亮了一下。她穿了条很衬肤色的裙子，头发也精心打理过，脸上带着点羞涩又期待的笑意，上来就拉住我胳膊往外走。走啦，走慢点。说实话，陪女生逛街真是我这辈子干过最累的活之一。陈雪精力旺盛的吓人，一家店一家店地逛过去，还非得让我紧挨着她给意见。我满脑子只想找个地方瘫着，好不容易熬到吃午饭，她咬着吸管问我下午你想去哪里啊？我愣了下，以前我的周末不是在打架就是在网吧，还能去哪儿？但总不能带她去网吧闻烟味吧。我脑子里突然闪过路边广告牌上的海洋馆宣传画，蓝汪汪的，看着挺新鲜，主要是我自己也没去过。去海洋馆吧。果然和宣传画上一样，里面又大又漂亮，蓝色的光影在水波里晃动，各种各样的鱼游来游去。陈雪看得眼睛都直了，兴奋地拽着我的手腕，从一个展缸冲到另一个展缸，叽叽喳喳说个不停。看海豚表演的时候，我总觉得旁边有视线盯着，一扭头，果然逮到他正看着我傻笑。你老看我干嘛？不告诉你。他笑得眼睛弯弯的，凑近点小声说，晚上再陪我看场电影好不好？行。结果他挑了个腻腻歪歪的爱情片。我对这种你爱我，我爱你的剧情实在提不起劲，没一会儿就靠在椅背上睡着了。迷迷糊糊间，感觉手背上传来温软的触感，我睁开眼，发现陈雪的手轻轻盖在我手上，她侧着头，又在那样看着我，眼神亮亮的，像海洋馆里最清澈的水波。空气好像忽然变得有点粘稠，周围的声音都模糊了。她脸颊泛红，眼睛眨了眨，忽然像是鼓足了勇气，然后立刻缩了回去，正襟危坐，只有通红的耳朵间暴露了她的紧张。我彻底懵了，愣在那儿，嘴唇上那一下柔软湿润的触感挥之不去，心里像被羽毛挠了一下，痒痒的，有点奇妙。走到小区附近的公园时，他忽然把我拉到一张长椅旁，他低着头，声音小得像蚊子哼。对不起。我没反应过来。就是以前在学校说我你爸的事。他声音带着愧疚。那时候我太坏了。我顿时有点尴尬，抓了抓头发。那件事我气得发疯，甚至差点伤害他。后来想想，自己当时也混蛋的可以。没事。我扭开脸，故作轻松。我早忘了。他好像松了口气，没想到陈雪这丫头压根藏不住事，没几天就自个儿跟他妈全招了。那天陈阿姨特意把我叫到客厅，表情挺严肃，我心里七上八下的，准备挨训。结果她叹了口气，语气却异常温和。小雨，阿姨不是古板的人，你们年轻人互相喜欢，阿姨高兴。我愣住了，有点不敢相信。她接着又说，语气加重了些，但是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学习，答应阿姨好好念书，争取考个大学，以后才能给小雪好的生活，知道吗？我看着她殷切又信任的眼神，点了点头。陈雪这下更嚣张了，放学必须准时回家，跟别的女生多说一句话，她就撅嘴能挂油瓶。最要命的是学习，她把我盯得死死的，每天雷打不动压着我做题、背单词，比我自个儿还上心。除了学习，其他事我都可以依她。可这学习真是要了我半条命，日子就在这种甜蜜的折磨中飞快地流逝。转眼2年过去，高考放榜，陈雪争气，考上了本市最好的重点大学。我妈超常发挥，居然也够上了她学校旁边的一所普通2本。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我自个儿都觉得不可思议。也就在我刚过完18岁生日没多久，一个穿着西装提着公文包的男人找到了我，自称是律师。他说我妈走了，病逝的，临终前他觉得没脸见我，但还是把名下所有的财产留给了我，希望我能好好生活。对于那个在我记忆里只有一个模糊背影和卷钱跑路标签的母亲，我心里除了点说不出的感慨，并没有太多悲伤。那律师递过来文件让我签字时，我本来想拒绝，可当我瞥见财产清单上那一长串零时，手顿住了。最终我还是签下了名字。录取通知书下来后，陈阿姨特意带着我去监狱看了我爸。隔着玻璃，她听说我居然考上了大学，浑浊的眼睛里猛地亮了一下，嘴唇哆嗦着，连说了几个好字，脸上的皱纹都好像舒展开了些。看来这几年不光是我们在变化。晚上回到家，陈阿姨做了一大桌子拿手菜，热气腾腾，香味扑鼻。陈雪挨着我坐，在桌下悄悄握住我的手，指尖温暖，灯光下看着他们的笑容，
我第一次感觉“家”这个词有了真真切切的温暖的形状。高考结束后的那个漫长假期，我和陈雪报了个旅行团，去了云南大理。我们住的民宿有个小小的院子，种满了花草，晚上能看见特别多的星星。那天晚上，我们刚从外面逛夜市回来，累得不行，洗了澡就瘫在床上。我像往常一样，习惯性的伸手把她搂进怀里。她身上有刚沐浴过的清香，头发软软的蹭着我的下巴。房间里很安静，只有我们俩的呼吸声。她忽然在我怀里动了一下，转过身来，面对着我。黑暗中，我能清晰地感觉到她温热的呼吸拂过我的脸颊，眼睛亮晶晶地看着我。我没忍住，低头吻了上去。她愣了一下，随即温顺地闭上了眼睛。就在我准备松开她时，她却忽然伸出双臂，紧紧环住了我的脖子，不让我离开。然后她把发烫的脸埋进我的颈窝，轻轻在我耳边说：“继续。”那一晚，我们从懵懂的少年少女，向着彼此交付了最青涩也最炽热的全部。清晨，阳光透过薄薄的窗帘缝隙洒进来，在空气中投下斑驳的光柱。我醒得很早，侧着身看着身边还在熟睡的陈雪，她睡得很沉，睫毛安静地垂着。我轻轻拨开她额前的一缕碎发，心里涌起一种难以言喻的饱胀的幸福感，但紧接着又是一阵深不见底的后怕。如果没有那个下午，我爸没有把我硬塞到陈阿姨家，那现在的我会在哪里？可能还在哪个阴暗的网吧打着游戏，或者在某个乌烟瘴气的厂子里，为了几百块钱跟人拼命，像一个无根的浮萍，永远在寻找，永远在迷失。是他和陈阿姨硬生生把我从那条一眼能看到底的浑浊道路上拽了回来，给了我一个可以称之为家的屋檐，给了我毫无保留的信任和温暖，让我这条差点彻底废掉的命，竟然也能走上一条像样的路，甚至还能看见未来透进来的光。我轻轻吸了口气，把他又往怀里搂紧了些。他无意识地哼了一声，往我怀里蹭了蹭，继续安心地睡着。大学4年像指缝里的沙，转眼就流完了。我和陈雪都留在了本市，她成绩好，保送了本校的研究生。我靠着那笔意外的遗产和她严格的督促，也磕磕绊绊地毕了业，和几个同学合伙开了家小公司，折腾得还算有模有样。毕业后1年，我跟陈雪求了婚，没什么惊天动地的排场，就在我们第一次一起吃饭的那个家里。我单膝跪地，举着戒指，话还没说利索，她眼泪就先掉下来了，一边哭一边笑，把手伸过来，用力的点头。陈阿姨在一旁抹着眼泪，脸上却笑成了一朵花。也就在那一年，我爸刑满释放，我去接他。他穿着进来时那身早已过时的衣服，手里拎着个破旧的行李袋，站在监狱大门口，有些茫然地看着外面的车水马龙。几年牢狱生活磨掉了他身上所有的戾气和浮躁，被微微驮着，眼神里多了些我从未见过的怯懦和沧桑。他看到我，张了张嘴，似乎想叫我的名字，却又有些迟疑。我走上前，接过他手里的行李袋，喊了一声爸。他愣了一下，眼圈瞬间就红了，连连点头。我给他在离我和陈雪不远处租了个房子，日子就这么过着，平淡却踏实。我爸找了份小区保安的工作，干得很认真，每天早早出门，乐乐呵呵的。他说这活好，能看见人，心里踏实。我和陈雪忙着工作学习，计划着他明年研究生毕业就办婚礼。曾经的我像一头困在黑暗里的野兽，愤怒地撞击着整个世界，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直到遇到陈阿姨和陈雪，我合上电脑，走到阳台门口，靠着门框看着他们。我的过去一片混沌，我的未来却从未如此清晰而温暖。